Hello，大家好。你是不是也常常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 iPhone 里面有些语音讯息，你很想把它存下来，或是转传给别人，却发现根本没这个选项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教你一个超简单的方法，把你那些重要的语音讯息变成一个独立的声音档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对，就是这个困扰。很多通讯软体里面的语音讯息，要么只能在同一个 App 里面转传，有些甚至连转传都不行，真的让人很头大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绝对不是唯一有这种困扰的人。不管是家人传来很温馨的打气，朋友超爆笑的留言，还是工作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，不能把它另外存下来，真的超级可惜的。不过，你先别担心，因为解决方法其实早就内建在你的手机里了。而且最棒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完全不需要去下载任何奇怪怪的 App， 1毛钱都不用花。只要用 iPhone 内建的功能就能全部搞定。我这边示范是用 iOS 16.0.1 啦，不过就算你的版本不太一样，其实整个思路跟方向应该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跟着做看看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动手吧。第一步很简单，就是先把我们要的那个声音录下来。没错，就是要用萤幕录影。好，第一件事，先打开你那个想存语音讯息的对话。OK， 准备好了哈。现在从萤幕的右上角往下滑，叫出你的控制中心，找到那个圆圈圈的萤幕录制按钮，给它按下去，它会倒数3、2、1。这时候你就赶快播放那段语音讯息。等讯息播完之后啊，直接点一下萤幕最上面那个动态岛，就可以停止录影了。你看，超简单的吧？好，录完之后，这段影片就会自动存到你的照片 App 里面。那下一步呢，就是要把影片头尾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只留下我们真正需要的声音片段。来，我们打开那段刚录好的影片，然后点一下右上角的编辑。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时间轴跑出来了？它的左右两边有黄色的箭头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拖动这两个箭头，把前面开始录影，还有后面结束录影多出来的空白部分都剪掉。调整到你觉得 OK 的长度之后，就按下完成来储存。好，这样第一大步就大功告成啦。OK， 第一步准备工作完成。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最核心也是最神奇的部分了。我们要来用 iPhone 里面一个超强大的内建 App， 叫做捷径，来帮我们做一个专门提取声音的工具。听到建立捷径，你可能觉得听起来很复杂，好像要写程式一样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完全不会，你跟着我做就知道，它其实超简单，就像在玩乐高积木一样。而且做完这一次之后，你就有一个自己专属的超方便的工具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打开捷径这个 App 吧。顺带一提，如果你之前把它删掉了，没关系，去 App Store 搜寻捷径就可以把它免费装过来。好，进到 App 里面，我们点一下右上角的那个加号，来建立一个新的捷径。第一步，我们先帮它取个好记的名字，点一下最上面，把它重新命名成写取影片音讯好了，这样比较直觉。然后左边那个图示啊，你也可以点进去，换个你喜欢的颜色跟图案，让它看起来更顺眼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组合积木的时间，我们需要3个动作积木。你看到下面那个搜寻栏了吗？我们来找第一个动作，输入选择照片，然后点一下，把它加进来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一样在搜寻栏输入编码媒体，一样选它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搜寻储存档案，加进来。OK， 你看，我们这个工具的3大核心步骤就都放进来了，骨架已经完成了。注意了哦，接下来这一步是整个捷径能不能成功的关键，可以说是灵魂中的灵魂。在我们刚刚加入的第2个动作，就是那个编码媒体，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箭头可以展开设定，点开它，找到仅限音讯这个开关，一定要记得把它打开。这个开关打开之后，它才会聪明的只把声音抽出来，不然它会以为你要转档整个影片哦。太棒了，恭喜你！我们这个神奇的小工具基本上已经做好了。不过，为了让我们以后用起来更方便，还有最后一个小步骤啊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像 App 一样的图示，直接放在你的手机桌面上，这样以后点一下就能用了。很简单，你看下面中间那个分享的图示，就是一个框框加一个向上箭头的那个，点下去，然后在选单里面找到加入主画面，选它。
最后再按一下右上角的新增。锵锵，你看，回到桌面看看，是不是多了一个我们刚刚自己做的 App 图示了？好了，万事俱备，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我们马上就来用用看，这个我们亲手打造的工具到底有多好用。来，直接在你的主画面上找到我们刚刚做好的那个截取影片音讯的图示，没错，就是它。勇敢的点下去吧。点下去之后，你看它是不是就自动打开你的相簿了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去选取我们在第一个步骤里面已经剪好了那段影片。选好影片之后，它就会马上问你：声音抽出来了，要存到哪里去？你可以把它存在手机里，或是存在你的 iCloud Drive， 看你高兴。选好一个你想放的地方，再按下右上角的储存或开启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真的就这么简单。好，现在你去你刚刚选的那个储存位置看看，是不是多了一个副档名是.m4a 的档案？这个档案就是我们成功抓出来的干干净净的声音档了。它跟原本那个影片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是一个独立的档案了。你看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再也不用被那些通讯软体绑手绑脚了。想怎么处理这些重要的语音讯息，现在完全由你说了算。有了这个独立的声音档，你可以做的事情可多了。你可以把它用 LINE 传给别人，用 email 寄出去，或者就好好的存在云端，当成一个珍贵的纪念。甚至你还可以把它丢给现在很红的那些 AI 工具，看看能不能帮你转成逐字稿，或是做些更有趣的应用。可能性真的是无限的哦。回想一下，我们今天只是用了萤幕录影和捷径这两个 iPhone 原本就有的功能，就解决了一个大家觉得很头痛的问题。这是不是也让你觉得，我们每天拿在手上的这只 iPhone 里面到底还藏了多少上这辆超级强大，但是我们却从来没发现过的隐藏版功能呢？值得我们好好去探索一下哦。